移民阿根廷真的是可行？网络上有很多关于阿根廷的移民资讯，声称申请流程简易、快速获得护照等等。总之，移民成本很低、很容易的样子哦。真的假的？享受阿根廷丰裕、便宜、优质的生活就是如此简单吗？而且还有机会与足球明星当邻居吗Hola， 大家好，我是 J， 我是 KK。阿根廷会是普通人快速移民获得居留权，甚至是护照的好地方吗？我们经过2个礼拜的深入研究，了解阿根廷的移民政策。今天一起来看看，这是不是一条普通人可行的润之道？阿根廷护照可以旅游免签超过100多个国家，欧洲、拉丁美洲都畅通无阻，看起来相当好用呢。对啊，持有这个蓝色小本本，环游世界的难度会低很多啦。免签日本也是不在话下，而且支持双重国籍，获得公民身份后也没有居住要求，吸引力超强哦。有些人就说获取阿根廷护照很简单，但有些人又说很难。这些网络上的资讯有时候感觉挺矛盾的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根据阿根廷的移民法，只要在阿根廷连续居住2年，就有资格申请入籍，成为阿根廷公民哦。这种移民政策确实算是门槛蛮低的啊。这听起来 so nice。当然，实际上不会是2年就能拿到护照了，因为申请程序总是要花上一段时间，通常需要1至2年的时间哦。那么永久居留权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在目前，阿根廷的居留权主要有3种类型，分别是永久居留权、临时居留权以及过渡性居留权。在很多国家，获得永久居留权的第一步就是申请临时居留吧？是的，阿根廷也是这样。所有持有阿根廷居留权的人，居住3年以上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了，甚至有些情况是可以马上获得永久居留呢。哇，还有这样子的好事啊！那如果是想获得阿根廷护照的话，要申请哪一种居留签证呢？选择哪种居留签证并不重要，因为只要在阿根廷连续居住2年，就有申请资格啦。感觉挺搞笑的呀！申请入籍的时间居然比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时间还要短啊！看来阿根廷很欢迎外国人加入啊。一书直说而已，当然理想跟现实会是有一些距离的。那最重要的问题来了，有什么方法可以合法居住在阿根廷长达2年甚至3年时间呢？要去哪里开始申请呢？基本上都要在阿根廷办理，因为很多手续都是由阿根廷移民局处理。下面就来详细谈谈获得阿根廷居留权主要的4种方法，有一种方式几乎适合所有人哦。事不宜迟，马上上菜。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呢？第一种方法就是直接获得永久居留，一来就那么劲爆，好像很厉害的感觉。实质上是怎么做呢？这种方式是通过在阿根廷的直系亲属来达成，比如你有个阿根廷国籍的儿女，与阿根廷公民结婚，或者是跟阿根廷的永久居民结婚，这些情况都可以直接申请永久居留权哦。原来只要证明你的儿子是你的儿子，就可以成为阿根廷居民哦。对呀，只要向移民局递交经过合法化的文件，就是出生证明、结婚证书这些文件啊，能够证明你与家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无犯罪记录证明，这就 OK 了。听起来很简单啊，怪不得有人分享就说生娃要来阿根廷，全家一起来移民。也可以是真爱要来阿根廷，结婚就能办移民。那跟阿根廷人结婚需要在阿根廷注册吗？还是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呢？在阿根廷或者其他地方都可以，只要证明文件是有效就行了。意思就是外国的文件都需要经过海牙认证才能在阿根廷使用咯。那么需要多久能成功申请呢？通常来说大约3至6个月吧。这一系列
列的申请程序以及必要条件，可以看看官方网站，连接放在影片说明栏。那么通过生孩子或结婚这个方法获得永久居留权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申请加入阿根廷国籍呢？理论上是的，这就关系到移民管理方面的事情，这主要分为2个部门处理，居留权是由移民局处理，而加入国籍是直接由法院来处理哦。难道在成为阿根廷人之前，还要先见一见阿根廷的法官呢？对呀，你要见一见法官大人。结婚生孩子这些人生大事也不是想做就能做呀，都要看缘分啊。不如讲讲第2个获得居留权的方法吧。第2种方法就是通过被动收入申请临时居留权。常见的方式就是通过房产租金、银行利息、股票分红这些被动收入，就是那些你不用做等收钱的事情吧。没错，除了上述方式以外，当然还可以有更多其他方式啦。阿根廷法律也允许一些比较新潮的方式来证明你的被动收入。新潮的意思难道是指数字货币还是版税收入呢？总之不是那种在家工作网上炒股的那种哦。那么门槛高不高呢？要多少被动收入才可以申请呢？根据官方网站的要求，每月至少有5份最低工资标准的被动收入，而且能够稳定持续至少2年哦。听说阿根廷的汇率波动很大，现在兑换美元是1000比1，这样算起来会不会性价比比较高呢？按照目前汇率来说，需要5份最低工资，大约是1500美元。如果有家人一起申请的话，要不要加钱呢？家人不加钱的好事，你做梦就好了。总之就是人人1500，小朋友会有折扣吗？拜托，你给点诚意好不好？还想要折扣？这样算起来，如果是一家人一起申请的话，那金额就相当可观哦。需要注意的是，这笔资金需要通过银行转账，存放在阿根廷哦。看来如果申请人数比较多的话，那不是一笔小钱哦。那么这个临时居留签证成功申请后有效期多长呢？一般都是1年，到期可以续签，最长可以续3年。每次续签也需要提供收入证明哦。然后居住2年后也是符合资格申请加入阿根廷国籍咯。没错，就是这样啦。你觉得阿根廷这个移民方式怎么样呢？欢迎留言谈谈，请多多指教。其实被动收入的方式也蛮适合退休人士啦。对啊，接下来谈的第3种方式就是通过退休金申请啦。真的有这样的政策吗？那么跟被动收入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区别就是需要证明你有来自外国政府机构或者私人公司的稳定月收入，并且是一份有保障的终身收入，那么就符合要求啦。那看来也是需要达到每个月最低工资5倍的标准哦。没错，目前来说大约是每月1500美元，这个数字会根据美元汇率变动而有所不同。所以在目前阿根廷比索波动那么大的情况下，申请退休签证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啦。是啊，如果过几年比索升值了，那就不是1500这样子咯。那么现在是个投资阿根廷的好机会吗？拿1000美元兑换比索，马上就变成100万富翁啦，哈哈哈。这个是很有趣、值得探讨的话题哦，有机会可以做支影片专门聊聊啊。还有其他方法吗？如果我不是退休人士，也没有那么多被动收入，那要怎么办呢？淡定淡定，我敢说下面这个方法几乎适合所有人，只要你想来，就没有来不到。说的那么厉害，我真的很怀疑啊。可能也有一小撮人不太适合吧。一小撮人到底是多少呢？不要纠结了，快讲讲是什么方法吧。第4个方法就是通过申请学生签证来获得居留权，然后居住2年后就符合资格申请加入国籍了。你在说笑话吗？还学生签证哦？你觉得我很不认真吗？就是听起来很不真实的感觉呀。想在阿根廷留学的外国人，可以在阿根廷官方教育系统，就是公立或者私立教育机构注册成为学生，攻读官方认可的中学、大学、研究生、硕士课程，就可以申请临时居留权了。我肯定你是开玩笑啦，不是所有人都有大学学位呀，有这么容易吗？请听我说完。
读大学学位是一种方式，但读书嘛，也不一定是要读大学啊。那意思就是说，还有一些其他课程可以选择。没错，参加非官方教育系统的课程，也可以获得过渡性居留权哦。那临时居留权跟过渡性居留权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有效期长短，临时居留通常都是1年，而过渡性居留权可能是几个月至1年不等，这要看课程的长短。那在阿根廷一直读书就能一直续签哦。聪明，例如去学习西班牙语课程，甚至一些不属于所谓正式教育的课程啊，就可以申请过渡性居留权，然后一直读，一直续，一直读，一直续，一直读，一直续。那么在阿根廷上学上2年之后，也可以申请国籍咯？当然可以啦，这么优秀的人才，阿根廷怎么能拒绝呢？那看来除了结婚生娃之外，去阿根廷学西班牙语也是一条可行的认知道啊。听说啊，与被动收入、退休金居留权的申请相比，学生签证的审批速度会更快啊。那是不是真的要去上课呢？在报名课程后，学校会给你一张注册证明，这些资料在移民局的数位系统会有记录，而且学校会作为移民局的监管代理机构，有义务把实际情况报告给移民局，所以不要偷懒不去上课哦。意思就是学位跟居留权挂钩关联哦。那有什么课程可以选择呢？总不能读一些不喜欢的课程吧？西班牙语、艺术画画、设计摄影、舞蹈探戈，甚至学喝葡萄酒都没问题。学喝酒，课堂上会不会一边喝酒一边玩猜拳游戏呢？不会啦，这可是很认真的课程哦。建议是至少报读1年期的完整课程，完成一个专业学位，这样才不会被人觉得没有好好学习嘛。那就是说，读书读个2年就可以申请加入阿根廷国籍，或者读够3年就能申请永久居留权哦。是啊，这对于那些正在寻求新机会的人来说，阿根廷将会是一个选择。说不定在读书期间遇到一生中最爱，快速结婚生娃，摇身一变就成为阿根廷人啦。除了以上4种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方法有很多人留意，就是可以通过投资方式来申请居留权吧。没错，尤其是最近阿根廷的汇率那么吸引人，很多朋友都觉得是个可行的方法吧。投资门槛要多少呢？150万，好多啊！货币是阿根廷比索，而且按照目前汇率相当于1500美元。诶，这样计算不就是全世界最低门槛的投资签证了吗？没有之一耶。对啊，不然也不会那么多人关注啊。可以通过在阿根廷投资生产、商业或服务活动来申请，需要递交商业计划书到移民局办公室进行评估。申请通过后，最长可以获得3年的临时居留权哦。一听到要商业计划书就知道这条路并不容易。虽然投资门槛很低，但如果之前没有相关经验，计划书写得不够好，甚至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都会让申请卡关吧。网上有人分享尝试过递交申请，也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商业计划书到移民局，但之后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啊。跟这些有关部门打交道是件麻烦事，投资门槛低得如此不可思议，也不会见得很容易。当然，这是汇率造成，前几年不会那么低啊。虽不容易，但也是个机会吧。如果有尝试过这个申请方式的朋友，可以留言分享经验哦。对呀，移民之路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最重要的是要研究清楚才开始哦。我们会经常分享拉丁美洲移民资讯，请按赞订阅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感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支影片再见，ciao。拜拜。